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回来 Ranger Man 频道，我是阿 Man 的弟弟阿仔。那么没有错啦，今天就是带大家来到 Tokyo Auto Salon 2023 KL 站。我也懂，已经很多汽车媒体也好，一些 YouTuber 也好啦，你在网络上面看到的视频肯定是非常的多了，已经看到不要看，看到烂了。所以今天我就拍了一些比较不一样的车款，一般你在网络上的视频应该都是还没有看到过的，也没有人展示过给你的。再来就是关于那辆 Top Secret 所出品的黄金战神 GTR， 没有错啦，它已经被卖掉了。我这里就有关于那辆车被卖掉的一些小 secret， 不是很 top 的 secret 啦，应该也是还没有什么人讲到的。废话不多讲，给大家感受 5.0 V8 的真野马。在影片接下去之前，当然又要再麻烦各位新观众来帮我点个赞，再点个订阅。重点，订阅是免费的，给你3秒钟把它点下去。3秒了是吗？点了啊，点了，我们就来看看 Tokyo Auto Salon 里面到底有什么来自 Tokyo 的靓车。OK， 当天进入到室内过后，第一辆比较特别的，我们可以看到有这辆234，没有错啦，就是完全复刻了 Paul Walker 在 Fast and Furious 里面所开的那一款。配色方面就是非常经典的蓝灰配色包括这些 sticker 什么的都几乎是做到一模一样，灰色为底，蓝色来做一些拉花或者是 sticker 的处理还有 engine bay 我就大概扫给大家看一下啦。再来我们在车展里面也可以看到这辆我个人是蛮喜欢的 Mazda 3 Hatchback 版本，不过很明显你可以看到它的后轮是非常宽，这个也就是他们自己有做了 Wide Body 的改装，前后都一样有，不过后轮的是非常明显，而且也比较没有那么重的 Aftermarket 的感觉，整体看起来算是比较原装再来这辆就是 Corvette C7。 Corvette 其实就是 Under Chevrolet 的一个子品牌，它是专门做跑车的。现在最新款的没错的话是到 C8， 那个也是一款蛮好看的 Muscle Car。 这辆 C7 的话应该比较偏是手工彩绘的感觉啦。还有一辆的话就是黄色的，主要也是展示它 Wrap 的部分啦。然后这种 Muscle Car 大部分我看到现场的啦，几乎都是右驾版本的，就跟我们马来西亚是倒反的。然后就是这辆看起来年纪比我还要老的车它是一辆 Toyota， 什么model什么年份的，留言给大家猜一下。19多少年我不懂啦，我只懂肯定比在座的大部分人都还要老就对了。再来我们可以看到这辆车非常像你看到的那种 F1 赛车不过它却是一辆可以实际上路的。我们先来看看它的这些 suspension 也好，它的各种各样的 arm 也好，它的这些机械结构基本上都是外露的，就是讲你下雨的时候一定都会淋到它啦。这样非常一辆 hardcore 的车告诉你它是真的可以上路的，你不相信是不是？没错，其实我也是不相信的。它就是来自 KTM 的 X-Bow。KTM 这个牌子它一开始是做摩托的，这个也是他们的第一辆汽车，第一辆4个轮的车可以这样子讲。车尾部分也可以看到它是有车牌，代表是可以合法上路，已经注册了的。可以看到它车身上的这些我们讲的钣金件其实真的是非常的少，很多机械结构都是裸露在外面的，包括车内也是一样，非常赛车的感觉Steering 上面各种按钮 airbag 你就不用想了啦，肯定是没有这种东西的。然后这辆布满拉花的也是一辆 Limited 车款，全球应该是不超过500辆了。它是先推出了400辆，过后有各种限量款、联名款，总共是不超过500辆就对了。它就是 Mitsuka Orochi， 华语的话是叫做光杠大蛇。没错啦，它的车身设计就是用蛇来做参考。它的内饰也可以看到这个车主特别把它 custom 成一边红一半白，非常有巧思的一个设计应该原厂不是这样子的啦，感觉是这个的车主自己去加工的。看一下它的前脸整体你感觉它有没有像一条大猛蛇？往隔壁一看就是万众瞩目、万众期待，当天现场非常多人在围着我，非常难拍的 Top Secret 的黄金战神 GTR R35。OK， 关于这辆 R35 的那些动力数据我就不多讲解了，总之就是比原装的 GTR R35 还要来得强。这一辆黄金 R35 啦，其实它原本是预计在2021的 Tokyo Auto Salon 上面就进行展示的，不过非常遗憾，当时的这个车展被迫取消了，所以是一直延期到2023的才真正是面向我们公众。然后这辆 R35据说是2008款 Top Secret 的主理人 Smokey 本身也是有开过的，据说是行驶了120千公里以上的一辆08款的 R35。然后它全车当然都是换上了 Top Secret 自家的这些 body kit，
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就是它看起来并不会有很严重的 aftermarket 感觉。如果你不是对这个车有相当浓厚兴趣的或者有研究的人，应该一般都看不出它哪个部分是进行过改装的。再来要讲到的就是大家比较期待也比较好奇的，就是这辆车到底是卖给谁？首先第一个被怀疑购买的对象当然就是 TPJ。因为当天他的 R34 也是在隔壁展台罢了的。不过根据我听到的比较稍微可靠一点点的消息啦，买主是一个华裔商人，应该不是 Johor 人啦。然后据说只是跟 Smokey 傾了20分钟，就把这辆黄金战神拿下来了，真的是非常爽快啊！花了多少钱的话这个就真的是没有资料显示啦，也没有消息透露到。不过大家都可以留言看看来猜一下。这辆 Top Secret 的黄金战神究竟是花了多少钱来拿下？我个人也是非常好奇，也希望以后可以看到它出现在马路上。不过呢，这辆车也不是讲买了到这个 Auto Show 3天结束过后，车主就直接拿回家了。这辆车还是要回到日本去完成一些相关的手续，过后才可以回到马来西亚。当然是希望一切都顺利啦，之后才有机会在路上看到这辆黄金战神 R35。再来就是一些非常 JDM 的车，都讲 Tokyo 车展了，哪里可以少得了这些最经典的？你在头文字 D 里面会看到的所有车款，都是非常 JDM 的车。这个小小的东西看起来是不是非常像 taxi 上面的嘞？其实它是一个小天窗啦。然后这辆车就是 Subaru 的 GC8，它也是还原了这个拓海老豆文泰的那个车。这款车我个人也是蛮喜欢。再来它也是2门的，稀有程度的话就更加高，因为它也是有分成4门版本的。然后刚才那个小天窗也就是这款 GC8 的一个特征啦，主要应该是通过 WRC 来启发的，来为车内的这个驾驶员进行一个散热的作用。是不是的话，这个由 JDM 车迷留言告诉我啦。这个功能只是我自己猜测的啦，当然头文字 D 哪里少得了 A186 嘞？隔壁这辆就是豆腐老儿子的座驾。可以看到也都是相当原装的啦，几乎玩这种经典车的都是拿来收的嘛，所以是不会有太过改装的东西。我们讲改装的最高境界就是怎样，就是像这样子，没错，还原最原汁原味的老车，最漂亮。然后这一辆可以讲是摆在整个车展的 C 位有自己的看板，有自己的 model 的，写着大大个的 J-Tune， 没有错，它就是 TPJ 全球限量1辆的 R34 J-Tune。J-Tune 这个东西是什么来的？其实就是 Nismo 团队专门为 TPJ 特调的一辆车，所以的话它就真的是全球限量，仅此一台而已。这个稀有程度是可想而知，它的价钱价钱你就不用想了，我相信它应该是无价的啦，车主应该也不会打算卖掉它的，就纯粹是拿来给大家欣赏一下。外形方面就只是用白色加上一点点的蜡花，也可以讲是相当干净，相当的原装。从外形方面几乎看不到特调什么东西，不过据说车脚马力这些都有进行一点调整，跟原装的 R34 都会有一点点的不一样。老车就是要这样子的啦，整体看起来干净，原装的话就是最漂亮的 condition。看完了 R34， 我们就来看看它的它的爸爸 R32。首先这辆 R32 可以看它的颜色是蛮特别，然后车尾也没有 JDM 非常适合的大尾翼。有点遗憾啦，我个人的审美JDM 必须就要搭配上大尾翼对位。这个颜色是蛮特别的，没错，远看的时候它是一种紫中带蓝，蓝中带紫不过你仔细一点看的话，其实可以发现到没错，它的这个车漆底下又有一点纹路，一点格子这样的感觉，其实就是用了 carbon fiber 啦。所以没错，这辆车全车都是 fully carbon， 所以它的外壳你可以想象，只要是撞到一下的话，也不用找什么 maggot 跟它修回去，整片换掉就对了。Carbon Fiber 换多少钱这个大家应该都比我还厉害啦，你们留言写给我知道一下。整体的话也是相当干净 ，White Body 应该是没有，就在 Rim 方面有做出了一点点的改装而已。所以你看真正会玩这种老车的朋友都是把车尽量做到比较原装，就不要改到太多乱七八糟了啦。内装的话就偷瞄一下，可以看到大部分都有包上了 Alcantara。Engine Bay 方面，这个看得出是花了不少的钱。引擎方面又是要由 JDM 车迷来告诉我了，我只懂看起来像是花了不少钱。然后这个 cover 上面是写 RB30， 原装的话我记得应该是 RB26 加上 Turbo， 这个应该是进行了 convert 啦。因为它是 HKS 的展车，所以 Engine Bay 里面的其他改装件也都可以看到各种的 HKS 的 logo， 包括这个 Ignition Coil。然后现场还有另一辆 Fully Carbon 的车，同样也是 JDM， 不过是 New Generation 的 JDM。这一辆是 Subaru 的 WRX，
你可以把它理解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那辆 GC8 的非常后背了啦。不过它的这个 Carbon Fiber 的样式就比较特别，它不像是刚才的那辆 R32 那样的规矩，它是比较不规则的感觉，我感觉有点像蛇皮，又或者它不是 Carbon Fiber 来的，其实是 Scrap。它的纹路所呈现出来的感觉又是不一样，看起来比较骚气一点。然后就是这些比较新一代的 JDM， 包括这辆 GR86。当然也少不了目前地表上最强的3缸引擎 Toyota GR Yaris。 哇，这种平时你在路上看不到非常稀有的车，我记得我是在路上看过，应该是1次而已，也是一辆白色的，是在 highway 上面看到，快车，真的是快车。现场的话就一共有来了3辆，同样也是改了一些 white body 的套件啦，2辆白1辆黑。也少不了这辆我个人觉得非常帅，颜色也是非常风骚的这辆 Fairlady 400Z。以前350的时候我就已经很喜欢，因为我家附近就曾经有一辆，以前小时候每天经过就偷瞄一下，尤其是它这个 Z 的 logo， 再加上它那个打直的门把手都是这个 Fairlady 的一大特征，包括到了这一代都有把这些比较个性的东西有保留下来。然后往里面看，同样可以看到 Manual is the best， 这点同样也没有被消失掉。不过 400Z 是还没有进入到马来西亚市场，包括 Recon 车，因为还算是相当新款的一辆车啦，所以 Recon 的话也是还没有办法进。这个就要等看看有没有哪个土豪可以做马来西亚第一批拥有 400Z 的 Fairlady 车主。OK， 这辆可以看到也是改了蛮多东西的。首先 White Body 肯定是少不了，不过这个就比较战斗的感觉啦，有一些铆钉的设计，比较没有那么一体式。然后往它的 bonnet 上面也可以看到，它的这些线条都算是比较复古的，它并不像是我们的现代车，或者是你看到那些 Supercar 上面的线条非常的夸张，它就是比较保守的一些线条而已，它并不会有很夸张的一个折线或者一个凹的面积。然后车头从侧面也可以看到这个尖嘴出来的地方也是非常明显，这个地方就很明显是在致敬它的老前辈恶魔 Z 的那一款 Fairlady。车尾同样也是非常复古，灯具方面的排列方式也都是非常有那个恶魔 Z 的样子。当时候新款 Fairlady 出的时候就有讲是要致敬他们以前老款的那些车。现场看起来是真的蛮有复古的味道，相信热爱 JDM 的土豪未来也应该都会收一辆进入他们的囊中吧。总体来讲整个车展我觉得是非常值得来看看的啦。平时你在路上看不到的车，都在这个车展给你一次过看到饱、看到满、看到你要吐为止。看到 A186 都已经没有感觉的那种感觉单单是在这个场地，那些限量版的车，或者你是在动漫里面看到的车，几乎现场都看得到。所以有这种车展也蛮推荐大家可以去走走看看的啦。以它的票价来讲是非常值得的。这样影片大概就到这边结束了，订阅是免费的，给你3秒钟把它点下去。感谢各位，感谢收看，我是阿面，拜。